我手里拿的这块7分面币，是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拿来的。他说这块银元是爷爷送给自己的，说今天拿过来就是想卖掉变现，准备带着钱去给媳妇买手机。我接过男子的银元一看，立刻按照行规伸出1巴掌。男子看了看我的手指，满脸疑惑地问为什么。今天下午的时候，店里忙碌告一段落，一位20多岁的男子慢悠悠地走进店里，进门就问是否回收老古董，从兜里掏出一个黄色的手绢。经过一番折腾，我终于看到这块7分面银元，拿在手里看了又看，总感觉哪里都很浮躁。放到秤上一称，显示26.1克。拿着银元就开始问年轻人想要干什么。年轻人不紧不慢地开始说话，说这块银元是爷爷送的老物件，说是让自己拿着玩，意思就是好像值点钱。当时自己啥都不懂，拿回家就放了起来。正好最近自己媳妇缺一个手机，这才想起来爷爷以前送的银元，自己翻箱倒柜找出来，在网上查询了一下，看到6位数的参考价，高兴坏了，所以这才拿过来变现。听着男子讲银元的来龙去脉，我当时开玩笑地说，这个恐怕要令你失望了。你看这块银元颜色发浅，做工有点浮躁，而且边齿也很厚，凭借它的重量，感觉应该不像银子。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男子说这样的银元很少见，而且已经让自己的邻居看过了，都叹为观止地说第一次见。你是不是第一次见？他的这句话直接把我问住了。说实话，我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银元，但是可以肯定不是银的。我直接把实话说了出来。男子直接面无表情，说还是看看多少钱吧。看来他也是不想继续听我说下去了。我直接按照行规伸出1巴掌，说5块钱不能再高了。男子看着我伸出的手指，满脸疑惑地问为什么。我说像这样的银元既然不是银的，都是大批量生产的，直接按斤卖的。其实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男子就急急慌慌地开始包裹银元，火急火燎地离开了。就像刚才男子拿来的银元，如果真的是过去纯银的，说实话还真是不少值钱呢。但是材质是白铜的，连银子都不是，只能说是几块钱的东西了。至于他拿着银元想以次充好，或者是想要卖高价，只能是忽悠不懂的人了。话又说回来，不懂银元的人会买这些东西吗？大家觉得呢？老板，我这有20块老银元，你帮我看看是不是100-200一个，还是真的不那么值钱？你这都是常见的冤大头银元，再不值钱也不至于100-200一个吧？这数量没有20块啊，我看也就10来多个。对，现在没有20个了，只剩下12个了。前几天我结婚，那8个给伴娘当伴手礼了。送银元当伴手礼，那确实好横。不过还好，我看你这都是冤大头的普通年份，笔面这是无伤无戳，用这个银元当伴手礼够排场。估计你这些伴娘应该都没见过银元，他们应该是非常开心。他们确实很开心。关键性的问题，现在是俺家人不开心了，说我封了伴手礼超规格了。那说实话，我感觉用银元当伴手礼确实也是超规格了。你像我们这里边伴娘的伴手礼啊，基本上都是花生、喜糖、饼干、干果的小包装，外加一个50、100的这个红包，大多数都是这样的。我知道，主要俺婆家人他前天送我银元的时候，他没有告诉我银元的价钱，我就随手一个人送给他们了。那你确实够唐突了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无非现在也就2种解决方式。第一种就是无所谓，送就送了，反正给你来当伴娘了呀，也没有外人。另外一种啊，就是用红包代替给他们换回来，这个可能需要你低头配个笑脸。这2种方式我也是想到了，就是不知道他们的价钱，所以来估估价，衡量一下利弊再做决定。对，你这想的确实很周全，在决定没下来之前啊，先估估价是对的。我看你这12块啊，都是清一色的冤大头。冤大头啊，总共发行了3、8、9、10 4个年份，最贵的当属8年，因为民国8年那一年发行量不多，8年的价格啊，一块顶普通年块的3块左右，正好你这里边也没有。要么贵一点的就是那种带板带那种圆光的，你这里边也没有。好在你这些笔面无伤无戳，保护的都挺干净，一块市场价在1100左右吧。那如果冤大头是1100，如果不是冤大头嘞，我好像送他们的都是带龙带凤的呀。带凤倒是不至于，因为这么大个的银元都流通过了，压根儿没有带凤的。
带龙的音源那都是比冤大头贵多了。你常见的这些冤大头啊，都是民国时期发行的，带龙的基本上都是晚清时期的流通货币。具体什么币种啊，还得区分细看。就这么给你估吧，笔面凡是无伤无戳。如果他们能像你这些冤大头，这么清爽的话啊，这个北洋3000左右，大清小万把，赵中得上万，像各种生龙啊，一块能顶3块左右这个冤大头，这基本上都是给你按这个保守价估嘞。那你这保守估计的意思，那8块价钱不是超过1万了吗？对，这银元不都是110块钱一个吗？那110块钱一个银元的话，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我刚才给你估的大概都是8、9不离10嘞，因为银元过去它固定发行了，它就那么多，现在需求量又比较大。再说句不好听的啊，你现在就是随便拿一块这个银元，你就是当破烂，按银价去卖，也能卖个100-200啊。更何况对吧，品相好嘞，像那些存世量少嘞，那价格说实话它就高了。关键是我前几天不懂，我要是懂的话，我肯定不会送出去了。那是，说实话，现在懂银元的这个人啊，确实是不多。你这个事情其实也非常好办，实在不行的话，你给那个伴娘，你那几个好姐妹打个电话，或者坐一块约个饭，给他们好好的解释一下。毕竟啊，你这也是才刚刚结婚，这个银元也是恁婆家人送给你的这个礼物。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惹了恁婆家人不开心，至于该怎么办，你权衡一下利弊，你考虑考虑。你说的对，我都厚着脸皮有红包给他们换回来吧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了。没事没事。俺邻居盖房子挖出来一块老银元，哦，我2000块钱，成功捡了个大漏，我感觉少100万我都不能卖。你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户部种子1两，单看这个龙面啊，和我们常见的赵种啊，它是如出一辙。2000块钱，那邻居咋舍得卖？他主要是不懂啊，再加上他盖房子也急用钱，对吧？对，所以2000块钱他卖给我了。如果这个银元对的话，2000块钱确实是捡大漏。就像平时我们随便买一块龙样，2000块钱也不贵，更何况你这个是种植1两。它这个银元啊，比我们常见的银元大一圈儿，常见的是1元，你这个是1两。过去银元的元两之争，争的就是它的重量。我不管什么重量不重量啊，我买这块银元的时候也是下了个大本啊。除了给他2000块钱之外，我还有另外给他买了一条烟。相当于是给2000块钱之后又多出一条烟钱。对呀，那如果银元是对的话，你肯定也赚大钱啊。刚才听你说少100万不卖，你这价格是咋定出来的？我上网查过了。网页跟你说一晒图，那很多人都抢着要。刚开始有人给50万，一度涨到80万，我都没卖。我感觉最少得值100万。先不说种子1两的价钱啊，就单说那邻居盖房挖出来一块银元，你都知道上网查询一下价格，那邻居就不懂上网查询这个价格吗？他都 out 了，60多岁的人了，他肯定对网络什么都不懂啊。他哪有我聪明啊？我跟你说，你确实是聪明，知道在网上查询一下价格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我想请教你一下，因为这个银元，最近这20-30年这个市场上相当于是鱼龙混杂，有真有假。万一啊，你这块如果是假嘞，因为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万一是假嘞，你会不会找那邻居退货呀？为了防止我发财之后省得他来分我100根吧，我已经事先都约定好了，无论真假，都和对方都没有1毛钱的关系。其实买东西啊，有这种君子协定是最好的。人家经常说搏一搏单车变摩托，指的就是你这种冒险精神。依我看你这个银元啊，它未必就是真币，原因有2啊。第一，从它这个做工上来看，整体币面你看偏弱大了多，因为种子户部1两它是属于施铸央币，当初这个模具做出来之后并没有大量的铸造发行，所以只是施铸了几十枚而已，币面整体应该是全身打才对。所以再看你这个做工很粗糙，没有央币的精致美。第二，从它这个银色上来看啊，含银量明显是很低。过去的银元是9银1铜的含银量，目的啊就是银元在流通的过程当中不易磨损，方便更长久的流通。所以我们常见的银元得看起来银色都很正，
而你这个音色你看一下，这明显这不行啊。所以综合两点，你这个种植一两，我并不看好。哎，你不看好，并不代表就是假的呀。我也有2点看法嘞。第一，老房子下面那不会有假货吧？那第二，网上那些拍卖鉴定公司啦，人家也不会看走眼吧？你说的这2点，我有不同的意见，你可以做一下参考啊。如果是90年代左右建的房子，你下边放的不一定它过去就是过去的老银元，因为像这种赝品啊，90年代就很盛行，你花100-200买一个，往地基下一扔，都很常见。另外，网上啊所谓的那些拍卖鉴定的套路，你也要了解一下。前期给你报高价，后续啊收你的各种费用，几百几千的那个压榨你，到头来银元是没卖掉，钱也没少花，这都是别人经历过的前车之鉴，希望你呢引以为戒，别自作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就行。你说的都是猜测，我这块银元和别人的不一样。我坚信他就是100万的币。那好，那你再找人看看，好，多找找，多问问，多看看，好吧？那你帮我看看这2块银元值不值5000？没太多时间，再赶到今天5天之前给别人打款。你先不要着急，现在的银元啊都是1币1价，具体是啥样的银元，来我先看看。我听说这2块银元买的时候不便宜好像2块下来大概7-8千的样子吧。你这2块银元可以说是味道币啊，虽说入的都是公玻的盒子币，但是状态都挺好啊。这俩银元，这不是你的吧？这是我拿给我哥嘞。因为我着急用钱，拿的时候没告诉他，等我赚钱了，给他多补点钱都中了。哎呀，你这2块7-8千块钱买不来啊！我就简单的说，你这个戊戌老龙吧，虽然说没个分，但是这龙鳞漂亮啊，字口也不错。这壁面这是属于全身打靶。另外一块，这也不是普通的这个冤大头，这发丝啊，真是绝了。看你急急慌慌的，你这遇到啥事了？我朋友给我介绍一个生意，借给他2万，3天能给我到3万，正好我缺这5000，所以先拿这2块银元应急。借2万用3天给3万，这相当于是50%的利润了。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大，你这现在做啥生意能这么大的利润呢？现在挣钱可不容易啊，我劝你要谨慎而行。另外，你这挣的钱够不够陪恁哥了，这还真不一定啊。你说这是啥意思呀？我3天到手1万块钱，8000买的，我这卖5000，这算是赔3000呀。哎呀，你这账算的是没啥问题啊，关键是那搁这俩银元，8000可能买不到，这是一个点。另外呢，就像玩这种银元啊，并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一模一样的，你最起码啊，你得跟恁哥打个电话，得确认一下吧。这电话是绝对不能打嘞。我这一打，估计他该舍不得了。我挣钱可咋办呀？你说这话就掉底了，你这可不能为了自己的私欲，丝毫不讲别人的感受啊！你这样做的话，说实话，你这都没人情味了。反正是我哥，自私点无所谓。你帮我看这2块银元能值多少钱吧？那行，那为了让你死心啊，我就来给你讲一讲他们的价值。先单说这个江南戊戌啊，虽然说这个公玻没给分，真品的意思就是里边装着银元，真假没问题，很有可能啊，就是他这个包浆，说实话看着怪怪的，才给的是个真品。其他的我倒是没看到任何毛病，剩下的全是优点。10个江南9个戳，江南币不带戳的比较少，而且你这个你看一下双面，这都是全身打，这就比较少见了。戊戌老龙啊，是8个有纪年里边存世量较少的。你看你这个龙鳞，可以说是满龙鳞，字口没有丝毫的磨损，结合着你这个币的状态啊，综合而言，那哥买的时候估计得1万多了。1块银元能给1万多，对，这价钱喜欢人呢。那是另一块，说实话，这也不是什么便宜的银元。这个冤大头啊，都知道8年的最贵，虽然说你这个是3年了，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发丝，这个在3年里边，这是最贵的欧版。这个发丝相当于是9年的精发，发丝精密，这是它的一个点。另外就是它的环彩包浆，你看这包浆双面都是环彩，这种是特别少见。这种彩啊，就是山西的那种冬彩，在银元里边也是非常少见的。你这个状态给到4000也为啥呢？你4000？对，这样吧，你这2块给我1万块钱吧，啥都别说了。
哦，1万块钱，这我刚才才给你估了，这个戊戌老龙能搁1万多，这个4000多，这基本上2块银元，这都1万大几，将近2万块钱了。你只要1万，我建议你也不能卖，赶紧给那哥拿回去。你不要算了，你也别管我的事儿，反正我知道价钱了，我再去别地看。好，你还是三思而后行啊，三思而后行。俺媳妇儿啊，这次估计是失算了啊。小年子借给邻居钱，5000块钱换了11块银元，这一次估计赔的呀稀里哗啦的。5000块钱换回来11块银元，不会赔钱吧？再说了，邻居咋可能会忽悠你呢？来，我看你啥样的银元。俺邻居把话都说到前头了啊，无论是真的假的，他都不会退了，因为他玩牌输钱了，估计钱现在也没了。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，你这11块银元真假完全没问题。因为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，开门啊，这好像不是门上的东西吧？你就看看会不会赔钱吧，揪心啊！开门的意思就是银元真假没问题，尤其是你这11块银元的包浆，可以说是百年酱菜味道比。这种包浆啊，就是没有腐蚀到底板，而且壁面有带光，所以真假毋庸置疑。5000块钱买了不会亏，一般个人卖给你的这个价钱啊，只能说明他不懂。看你说的，他卖的不懂，我买的也不懂啊。银元现在有那么贵吗？这不是说的银子现在很便宜吗？不是几十块钱一个吗？银子和银元没任何关系啊，几十块钱那是以前的回收价钱。如果真值几十块钱的话，那媳妇儿也不会给他5000块钱收回来啊。对呀，所以我都说他吃亏了。这11个的话，5000块钱收回来，花到500块钱一个了。说实话，500块钱一个买的并不贵啊，除了这2个品相稍微差一点之外，其他的都没什么毛病。而且我看这壁面有的还都带彩，说实话，大漏捡不到，捡个小漏还是有的。一般着急用钱的人啊，他卖的东西啊都便宜。俺邻居他都喜欢玩牌，每次玩牌都出钱。输了钱之后啊，他都拿家里面的东西便宜卖。反正我感觉俺媳妇买贵了。那邻居说实话，他是一个不正干的人，玩牌10赌9输，输了钱别卖家里边的东西，那都是金山银山，说实话也有他卖光了一天。对呀，摸着他这个心理了，就不应该给他那么多钱，给他个3000块钱，估计他也都卖。你这心里想的挺好啊。但毕竟都是邻居了哈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再说银元也都有一定的市场价，你给的太少了也不合适。3000收的话，一个才花到200多，很不现实。反正这一次俺媳妇儿是做的非常敞亮。你给我看看，能挣多少钱？要懂得知足常乐才对啊。挣钱是必须的。先说你这5块小头发，这壁面这都是无伤无戳。品相算是通货的状态吧，你看这稍微带一点彩，而且还有光，因为这个小头啊是这个所有银元里边发行量最大的，目前行情价也不是太高，你这里边啊也没什么板，所以现在的行情价700左右，5块3500。3000多吗？对，相当于这剩下的这6块，1500块钱。对，不知道这6块，能值1万吗？你这变化挺大的啊！刚才还说不值钱呢，这会儿又高看他们了。先看你这2块稍微品相不怎么样的吧，你看一个就是磕比较严重，这都是银元在流通的过程中掉地上了，或者是人为故意磕碰的。另外一块这个壁面就是稍微有一点注缺，2块1600左右，剩下这4块相当于就是你赚了的。首先你看他们的包浆，这都是带彩的，很可惜啊，你这4块里边没有带板，也不是什么之前的8年之类，没板又不是稀少了年份，只是普通的通货大头，1块1100，4块正好4400，相当于是扣掉你5000的本钱，一下子净赚4500。可惜了，竟然只赚了4500，对，太少了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最多给他3000，那不是又多赚2千吗？还有那句话，知足常乐。现在转手一下子能赚那么多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再说银元这些东西，你又不懂，像这种裸币啊，只要不买假，已经是万幸了。再说邻居也不是外人，挣你该挣的就行了。你说的对，东西留给你吧。我去领着俺媳妇儿去吃大餐去。好。
我这真是没想到啊，相亲见个面，竟然遇到一个小土豪上来就送我一块价值不菲的银元啊！你这是一块34年来北洋短尾，状态确实是不错，我看也没什么价值不菲啊。你别认我啥都不懂，已经有人给我出价80万收购了，属于未入流的品相。不是未入流的品相，你这个短尾的状态啊，确实是属于那种未流通的状态。未流通的品相就相当于是和新人一样。我看你这对银元啥都不懂，不然啊也不会报出80万的天价。这个价钱并不是我乱要的，我花800块钱在网上找了一个上海的专家估量，价钱给我定的，他就是80万。你这很有可能遇到了骗局，银元鉴定真假啊，只能是评级入盒，评级费国内的盒子100 ，PCGS 才300，你这花800鉴定的结果，这有点扯。哎，你也不用给我当教师爷了，我花800，人家鉴定的是白纸黑字，盖里有公章，就差我没拿着银元去翻钱了。你也不用太生气，那个鉴定结果白纸黑字加公章，那都是忽悠你这种不懂的小白。在我们行内啊，他们的鉴定结果没有人认可，然后啊，他能把一块普通的龙样给你报价到80万的天价，这是对你有所图的第一步。下一步肯定是让你带着银元去找他们，趁着你的信任，再次啊让你交费。都说同行是冤家，你这分明是诋毁你的同行。没有，你说这话有几个意思啊？我是实话实说，目的是让你不要上当受骗。具体能值多少钱啊？你可以问一下这个银元送你银元的男友。哎，这一切不都真相大白了？他送给我见面礼，我也问他值多少钱，这太不合适了，你感觉嘞？依我看还是问清楚比较妥当。毕竟啊，比你什么都不懂，乱花冤枉钱强太多了。因为网上那些骗局啊，针对的就是你这种啥都不懂的小白。你说我小白，我就是小白啊。让我见识一下你的能力，你看能给我多少钱吧？这个我无论给你多少啊，我觉得你都不会认可，因为你已经花钱被别人洗脑了。我看未必，你放心的大胆的估价吧，别磨叽了，快点吧。说你这个短尾龙之前，我简单的给你说一下北洋龙。这种北洋从光绪年一直发行流通，是当时清朝的主流货币。什么是主流货币呢？意思就是当时全国上下买卖东西啊都有可能用它，一直使用到咱们解放前，解放后也使用过一段时间，所以有很多啊这个家里边都有，比较常见。你这个是34年的年份，在所有发行过的北洋龙里边啊，是发行量最多的一个年份。常见的都是长尾龙，而你这个版只不过是短尾龙而已。相对长尾啊，它这个存世量较少一点，主要是你这个状态比较好。品相上来说啊，是属于未流通状态的。通过它这个龙鳞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几乎是没有磨损。又是高额头、全字口，两面属于全身打，包浆呢又是这种老味道，所以综合评估的话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它的价格在1万左右吧。1万左右？对，你这好意思说？人家给80万，你估价1万，对，这成能错了80倍啊！对啊，确实和你估的错了80倍，我倒是没感觉到没啥不好意思了。1万基本上就是这个短尾现在的市场价，给你报80万啊，反而啊偏离了市场价，它那个价格实在是太离谱了。你让经常玩银元的都知道。不管你说的天花乱坠，1万块钱门都没有。我放80万不卖卖给你，除非我傻了。傻不傻了咱都不说了，最后给你一点忠告。现在就是网络时代了，这个所有银元啊都有它这个市场价，偏离了市场价，那都是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你给我吧，被你气都气饱了。哎，我这激动的呀，几天几夜没睡着觉了。没想到2000块钱捡漏了一根大金条。你赶紧帮我看看能赚多少钱吧？2000块钱捡漏一根大金条。对，银元能捡漏，金价现在那么高，金条还能捡漏吗？来，我先看看是啥的。我这也是属于无意中捡漏，我也没想到2000块钱会捡到漏，所以说才激动的几天几夜没睡着觉。你这个猛一看，大小确实像100-200克的金条，但是我拖的重量不对啊，我还是来先上秤给你称一下吧。你看，只有113克。对，我去几家金店都称过了，你们的重量都相差不大，因为这块金条啊，我感觉有收藏意义，所以说我来找你。现在的基质金条啊，
只是纯粹的黄金而已啊。通过你这个笔面刻重标识来看，很有意思。AG999，哎 ，AG 是黄金的缩写，999是黄金的含量，对，10mg 就是10毫克。那你这也没啥漏可讲啊，只是10毫克的黄金而已啊。刚才你不是称过了吗？标准的100克的金条啊，你注意外面盒子的重量就行了。说实话，你这外边这个亚克力盒子啊，无论你卖给谁，这都得打开。那不能打开，你打开的话品相就不好了。你不打开，第一个重量它是不标准的，第二个像你这个金条啊，很明显是现代的机制金条，即使是真的呀，它和这个银元也没法比，你就是当镜子一样保护它，它也就是一个金价而已。你这2000块钱在哪捡来漏啊？外人的漏肯定是捡不到。这是我朋友啊，去年借我2000块钱，专门抵押给我的，1年的期限，现在他失联了，就变成我的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啊！你想想，如果这是真正的黄金，咱就按100克的重量，去年的金价1颗400多，他就按金价去卖，那也妥妥了4万多的现金啊！你想想，现在黄金涨得这么猛，只借了你区2000，对，他怎么可能会失联不要了？这里边是有问题的呀！我感觉一点问题都没有啊！本来我也没打算按金价卖，我想看看有没有人当股东收藏，比黄金卖的多啊！我只能说你这个如意算盘打的是真好，只可惜啊，你这想法太稚嫩了。第一，你这个和股东没有一丁点关系。你像过去的金银锭、银元，他们由于历史的存世量也就那么多。你包括这个庚申年是1980年，你这种金条啊，就是为了纪念1980年发行了第一套邮票。但是这个金条啊，可不是1980年生产的，有可能是去年，也有可能是上周，时间点上不确定，而且数量上也不确定。只要有模具，都可以随时做。而古董啊，它是有数量的，这是时间和量的一个区别。就拿你这个金条，它压根儿就不是黄金。你想想，这么大个的一个东西，真实的黄金含量只有区的10mg 10毫克，所以这东西啊，就是拿来唬人的。咱说句不好听的，你拿这个去金店卖，别人他都不会要。不可能不是黄金啊！这个金条啊，金店都想按金价收。只不过我不愿意，我没让他们拆开外面的包装。外边的包装啊，根本就不用拆。这明眼人一看，它的这个含金量、重量就不用称，对不对？就果断的给放弃了。咱说句不好听的，你无论是当股东还是当黄金来卖，你这外边的包装盒不拆，重量没法称，真假你没法辨别啊。你看你说到底了吧？我这打不开盒子，你连真假都看不出来，你就别压价了。不压价，不存在压价啊！我给你这个鉴定的结果，你竟然不出乎意料，反而感觉我在试探你，给你在压价。我给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啊，你这是不懂行，你真假黄金你都分辨不出来。为了你那2000块钱啊，我建议你还是把东西保存好，找到你那个朋友，把钱给他要过来，这才是正事儿。你这鉴定结果啊，我不认可。你这个人呐，送上门的生意你都不做，那我只能找别人去了。好，那你找别人吧。听说现在黄金涨价了，对，我这有一个重7两的碗，金碗，想变现，你看值不值40万？黄金确实涨价了，这么大个的碗只有7两，这重量很明显不对啊！哇塞，嘿，你这下边还有落款，乾隆年制，这金碗如果对的话，这算是古董啊。对，你说的对啊，乾隆年间好像距今已经几百年了。对对对，那我不卖40万了，我重新定价400万吧。400万，如果真的话，400万确实是不贵。过去像这种黄金的这个物件啊，只有皇帝对吧，他才能用。现在在博物馆这都比较少见。但是细看啊，你看你这碗底这个底部有很多地方它都氧化了，还有你看这一横一横的，这都是当时模具做完的时候留下了一些痕迹。这东西是哪来的？我给我朋友家里拿的。他欠我40万。说1年给我10万的利息。我这算是抵账的。你这心也确实够大了呀！借给朋友40万，1年给10万的利息，这很不现实啊！你想想他10万的利息，他想要你40万的本金啊！这情况，然后你拿个金碗过来抵账了，是吧？这不太不现实了。
他平时办事挺靠谱嘞经常请我吃饭，天天给我买东西平时还开豪车住豪宅没想到他借我的钱不还。说实话，这个无事献殷勤啊，这肯定有所图。请你吃饭，给你买东西，这都是为了借你钱。眼前所见呢，它不一定就是表真相。你包括豪车啊、豪宅啊，这都可以租啊，对不对？现在说实话，不按约定还你钱，就说明他手里边没钱，利息还你们。你可被你说对了啊！哎，车是租嘞，房子也是租嘞。对对。他做生意赔了。对对对。利息也没给。那对。我趁他搬家，从他保险柜里拿到这个金碗。哦，我看你还是很，我看你还很年轻，知道吧？黄金你这认不懂也很正常，但是你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摆件，你放保险柜里边啊，它只是一个障眼法。你这个是摆件，它并不是真正的黄金。啥摆件啊？对，摆件。刚才你不是说是黄金的吗？还说是古董，他一转眼你就告诉我是摆件，你告诉我能值多少钱吗？这个古董啊，还真是谈不上，也更不是什么黄金。首先，如果说它是黄金的话，它这个比重不对，你知道吧？刚才你说的是7两，这说实话，这大一个金碗只有区区的7两吗？绝对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它这个黄金的密度啊，是所有金属里边是最重的。所以说你这个7两的重量很明显跟黄金对不上。另外啊，就像你说的是古董，这些东西啊，这一看都是机器盗墓盗出来的，所以说这个工艺也不对。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了呀，摆件就是个人买到家往那个拨骨架上一放，哎，明白吧？当个摆件用的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咋说嘞？就是现在的工艺品而已。你要是上地摊上，或者是上那个艺术品店，可能也就花100-200块钱就买回来了。你平时啊，100-200，对，100-200，市场价大概也就是100-200块钱。对。但是他可是欠我40万呀。欠你40万。200块钱，你说他放保险柜里，他是咋想的？他这个放保险柜里边，说白了就是给你使了一个障眼法，就是对，就是故意迷惑你了。说实话，欠你40万。这个数目啊不小了，咱普通老百姓40万挣，估计得好多年产。哎，那可是我全部的积蓄都借给他，因为信任他嘛。对对对，所以说这个今晚不是黄金，更不是古董，抓紧时间给他送回去，要你的40万的本金，千万别感觉是黄金，再是古董了，对不对？再为这些小事再大费周折。那我还给他去。对，还给他。每次开保险柜里还故意让我看见。对，给他要钱啊！要钱。好。